费多罗夫喊技术重塑战场，瑟尔斯基喊打仗还是要看人，哪一个更适合乌克兰？7月15日，全球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部长费多罗夫离任，上任半年就突然离开，整个乌克兰都炸了，都在问为什么、凭什么。一边是刚上任就大搞改革的技术狂人，一边是苏联正统军校出身的铁血老将。泽连斯基的面前摆着一个选择，到底要选哪一个？瑟尔斯基和费多罗夫这两个人的背景就注定了他们的理念会存在分歧，让他们两个共事一定会出问题。瑟尔斯基1965年7月出生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他老爸就是苏联军人，调防到乌克兰哈尔科夫，他就跟着来了乌克兰。17岁考进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院，那是整个苏联最牛的军校。当年和他一起上学的同学，现在很多人都在俄军当将军。毕业后，他进了苏联炮兵部队。到后面苏联解体，他选择留下，宣誓效忠乌克兰，先后从乌克兰武装力量学院和国防大学毕业。此后的路就是标准的职业军人晋升模板，从排长一路做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每一步都在体系内，每一步都按规矩来。所以他的脑子里基本全都是苏联那套东西：命令、纪律、层级、服从。下面的人不需要思考战场情况怎么样，也不需要思考该怎么打仗，只需要听上层的指挥就可以。上层指挥决定了军队的一切。这样的思维让瑟尔斯基坚信一点：技术当然要发展，但是如果没有电子战方面的优势，那些高科技武器就会变成废铁。哪怕你有1万架无人机，对手把 GPS 信号一干扰，把通信链路一切断，那你的无人机就废了。因此，不管技术有多先进，战场上永远需要有人在前线扛着，有人在指挥部判断形势。简单来说，人才是战场的绝对核心。反观费多罗夫，1991年1月21日出生在扎波罗热的瓦西里夫卡。苏联解体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后来在扎波罗热国立大学读社会学和管理，毕业后开了一家数字营销公司。大家没看错，他是搞互联网营销的，和打仗八竿子打不着。这辈子摸过最接近武器的东西，应该就是键盘了。到了2019年竞选的时候，他站在了泽连斯基背后，成为了泽连斯基的数字顾问，这也成了他的命运转折点。泽连斯基胜选后，他被任命为数字化转型部部长，成了乌克兰史上最年轻的部长。在任期间，他干了一件让整个政府系统都服气的事，推出 DIA 应用程序，一个手机 App 把所有政务服务都搬了上去，从注册汽车到登记结婚离婚，全部在线完成，使得乌克兰一度被各大媒体称为装在智能手机里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个经历，让他轻松上任国防部部长。不干不要紧，这一干，他立马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瑟尔斯基那一套，在费多罗夫眼中起码有2个致命的问题：一是损失太惨重了，俄罗斯有更多人，乌克兰永远追不上这个数量级，你和俄罗斯拼人，那不是自找苦吃吗？二是太慢了，前线的情况每分钟都在变，无人机拍到的画面，士兵发现了动静，这些东西要一层一层报上去，等上面决策完，再一层一层传下来，等命令到手上的时候，战场已经变了，那你下的命令有什么用？所以他一上任就喊出一个口号，要把战场变成一个数据平台，主打扁平化管理、数据驱动和快速试错。所有人不用一层一层等命令，所有的信息都实时汇集到一个系统里，然后算法告诉你哪里该打，哪里该守，哪里该撤。他坚信算法能够给出所有答案，并且让乌军实现损失最小化。在这套思维下，前线的问题变成了纯粹的组织和管理问题。采购太慢，那就改革，所有公司竞争上岗；士气太低，搞个击杀排行榜，奖励击杀最多的部队。无人机不够，把利润率提上去，吸引厂商扩产。战争完全是一套可以采集数据、建立模型、持续优化的系统。乌克兰要做的是用系统和算法去碾压俄罗斯的人力，而不是继续跟俄罗斯拼人数。然后他这一搞，瑟尔斯基也看出不少问题。不是不支持你搞技术，问题是决策权怎么能交给算法？我要什么武器你不给我，跟我说算法推荐什么武器最好，让我跟着算法走，你怎么能确定你的算法算出来的就是最佳选择？人才是战场的绝对核心，就算要搞扁平化，也绝对不能靠技术来实现。乌军要实现的必须是像北约任务指挥那样的模式，权力下放，让一线指挥官有更多决策权，而非单纯的依靠数据。大家看到没有？这2个人最根本的分歧就在这里，一个把人放在中心，一个把数据放在中心。这2个思维撞到一起，想要不吵架怎么可能？但真要说谁对谁错的话，其实谁都没错。我们单看2个人的战果就知道了。先说瑟尔斯基这个人的战绩，那真的是硬的没话说。最无可指摘的一笔就是守住基辅。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全面入侵，全世界都在唱衰乌克兰。北欧情报机构给出的预测是，基辅72小时陷落，最多能抗1周。就是在这个时候，瑟尔斯基接手了基辅的防御，他炸掉了伊尔平河上的大坝和浮桥，洪水直接淹没俄军的进攻路线，堵死了从西北方向扑向基辅的路。与此同时，他把基辅划分成若干个防区，每个防区一个将军负责，建立了一条清晰的指挥点。正规军、国民卫队、领主防卫部队全部纳入一个体系，战术决策权下放到一线，不用层层指示。最后，他们成功守住了基辅。泽连斯基随后授予他国家最高荣誉“乌克兰英雄”称号。到了2022年9月，哈尔科夫大反攻，当时乌军总参谋部原本只想搞个佯攻，牵制一下南线的俄军。瑟尔斯基看了看地图说：“不，这个方向能打出真东西。”然后就是闪电战。在他的指挥下，乌军避开重兵把守的阵地，利用小股部队快速穿插。库皮扬斯克、伊久姆、巴拉克利亚一个接一个回到了乌克兰手中。俄军被打懵了，完全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几天之内，俄军防线崩溃，不得不把哈尔科夫州拖了出来。这是整场战争中乌克兰最漂亮的一次胜利。凭着基辅和哈尔科夫这2仗，瑟尔斯基的名字足以被刻进乌克兰的战争史。他也向全世界证明了乌克兰有能力执行复杂的联合作战来收复领土。不过，辉煌的战绩背后，瑟尔斯基的作战方式也引发了极大争议。最经典的就是巴赫穆特战役，瓦格纳精锐尽出，瑟尔斯基决定死守巴赫穆特。这场仗打了几个月，漫长而又血腥，乌军为此付出数以万计的伤亡。批评的声音都炸了，有人说他是屠夫，有人说他太苏联，太愿意拿士兵的生命去换阵地，甚至有议员公开地称他为乌克兰的朱可夫。所有人都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守一个战略上不那么重要的地方，甚至为此赔进去这么多人。其实瑟尔斯基的逻辑很简单，你俄罗斯不是人多吗？好，我选一个你不舍得丢但又打不下来的地方，把你的人全吸进去，你死多少我不管，我只管你没法去别的地方。后来的瓦格纳老大普里戈金亲口承认，在巴赫穆特损失了2万精锐，瓦格纳总共也就5万人，但是这一仗就消耗了瓦格纳1半的兵力，间接促成了普里戈金的兵变。从这个角度来看，瑟尔斯基的战术没毛病，因为他们把瓦格纳打残了，但代价呢？这一年，乌克兰原本计划在南线发动大规模反攻，目标是美丽托波尔，但因为瑟尔斯基坚持死守巴赫穆特，最终兵力被分散到2个方向，结果南线反攻只推进了10几公里，巴赫穆特最终也在2023年5月落入俄军手中。这让很多人都没办法判断巴赫穆特这一战到底是惨败还是战略消耗。我们再看费多罗夫这边，作为纯技术出身的国防部部长，他从来没有指挥过任何一场战役，自然也就没有战功，但他的战绩单写在别的地方。首先就是切断星链，长久以来，俄军都在用走私得来的星链终端操控无人机，这东西电子战无法干扰。费多罗夫上任后，直接找上马斯克请求切断俄军星链，马斯克欣然同意。星链一断，俄军在前线多个方向的攻势都乱了。然后就是无人机这一项，费多罗夫在4个月内采购的无人机超过了2025年一整年，什么光纤 FPV 无人机、拦截无人机，还有无人地面车，全被他引进了军队里。他还专门设立了事后复盘机制，俄军每次大规模空袭后都要进行复盘。在他这样的一通操作下，无人机拦截率从 83% 提升到 91%， 巡航导弹拦截率从 47% 提升到 87%。 这里不得不提到爱国者，在他的任期内，他还成功为乌克兰争取到了爱国者2 GMT 拦截导弹，通过欧洲贷款申请了爱国者3导弹，并且带着乌克兰各大公司搞起了乌克兰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他卸任前几天，乌克兰刚刚试射了国产弹道导弹，在精度提高的同时，竟然把成本降低了 30%。 这一连串操作让乌克兰面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时候，腰板都硬了不少。他最重视的还是国防采购的改革。费多罗夫上任之后，额外看不惯国防部原来的采购模式，什么指定公司，什么指定产品，如果不管用，那把你们送进军队有什么用？所以改用数据驱动的模型，然后引入了竞争性招标机制，要买就买每个品类里表现最好的那10家。结果光是155毫米炮弹采购这一项，就给国家省了超过1亿美元。这笔钱又被他砸进了军队改革中，拿去给士兵加工资。大家以为这样就够了吗？远远不够。按照他的说法，国防部里有一些人完全就是私人公司安排的，所以他干脆带着执法部门的人一起开会，强制对这些官员进行测谎。只要阻挠改革或者没有通过测谎，那么对不起，你被解雇了。费多罗夫离职的时候还心心念念3件事：国防部还没有完全按北约标准完成组织转型，还有一部分采购没能转成竞标模式，问责文化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从这些事能够看出来，这是一个崇尚效率的人，但是他太急了，急着要给乌军来一场从上到下的颠覆，这是瑟尔斯基看不惯他的地方。在
在苏联体系出来的老军人眼里，费多罗夫的演讲就像作秀。这个年轻人一天天喊着要搞数据、搞改革，不像是在打仗，反而是像在搞什么产品发布会。这套东西应该放在硅谷，而不是放在战场上。而这个年轻人口口声声喊的数据改革，完全是在和他们抢资源。瑟尔斯基要弹药、要人、要时间，费多罗夫要数据、要竞标、要改革。瑟尔斯基说前线需要这个，费多罗夫说数据告诉我应该买哪个。两个人都对，但两个人都需要对方让步，才能彻底执行自己的计划。到底谁该让谁？在火力军看来，这两个人的理念之争值得所有国家深思，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当旧的方法还能打赢仗，新的方法还不成熟的时候，你选哪个？泽连斯基选了听瑟尔斯基的。我们要明确一点，泽连斯基选择听瑟尔斯基的，这不意味着费多罗夫就是错的，因为从始至终，这两个人的理念根本不是对手，甚至可以这样说，两个人互相成就了彼此的成绩单。费多罗夫解决的是用什么打，无人机怎么买、怎么造、怎么用最低成本拿到最好的装备。他搞的这些东西是让乌军手里有家伙使。瑟尔斯基的那些战术，如果没有切断星链，没有费多罗夫搞的装备，未必能取得这么惊人的战果。瑟尔斯基解决的是怎么打，战场怎么布局，部队怎么动，敌人来了怎么打。他想的这些东西是让乌军有了家伙之后往哪里砸。费多罗夫的那些武器装备，如果没有瑟尔斯基的指挥体系，把他们送到该去的地方，又是一堆废铁。有人可能会问，火力军，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你前面还说这两个人理念有分歧，一个要守着人，守着传统，一个要推技术，力主改革，怎么现在又说他们不是对手了？朋友们，这并不矛盾。大家别忘了，瑟尔斯基本身是不排斥费多罗夫那套技术论的。那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争的是什么？他们争的是速度，是资源。费多罗夫说现在就改，大改特改，而且必须按照数据来。瑟尔斯基说边打边改，别改那么猛，主要精力和资源都得放到战场上，别把正在打仗的人搞乱了。大家能分出来谁对谁错吗？因为战争从来都不是选择题，战场永远只需要一个问题：怎么赢？赢需要费多罗夫的冲劲，也需要瑟尔斯基的稳进，需要瑟尔斯基的指挥经验，也要费多罗夫的技术速度，需要人的判断，也要算法的效率。只是战争是残酷的，他不会给你先改完再打的时间。你让费多罗夫慢慢改，俄军不会等他。只要改革中出一点乱子，整个乌军都会受影响。你让瑟尔斯基全盘接受费多罗夫那套，前线士兵可能连想要的炮弹都等不来。这才是泽连斯基选择瑟尔斯基的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费多罗夫那套就要被舍弃，因为不管他们怎么争，乌军未来的大方向不是某一个人能改变的。首先，国防工业这条赛道已经跑起来了。7月15日，冯德莱恩专门飞到基辅，代表欧盟和乌克兰签了一份无人机协议。泽连斯基报了一个数字，让火力军听了都有些震惊。乌克兰目前的产能是年产1000万架无人机，他们准备继续扩大产能，把年产目标干到2000万架。2022年，乌克兰全国无人机产量还是几千架，到了2025年也就400万架左右。年初的时候，泽连斯基还只敢喊把产量翻1倍，现在却能直接喊到1000万架。火力军不敢想，乌克兰现在的产能已经扩张到了什么地步。这份协议还不是只停留在无人机的生产合作上，这是2026年要干完的事。他们的野心是到2028年实现反弹道导弹的联合生产。大家别忘了，现在乌克兰正在和法国等国家联手研发属于欧洲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泽连斯基还专门划了时间点，1年内要跑起来，等到这套系统跑通，2028年正是扩大生产的好时候。此外，还有爱国者导弹的生产问题，欧马公司完全跟着特朗普的步调走，支持授予乌克兰生产许可证。只要敲定许可，乌克兰将成为德国和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被授权在本土生产爱国者的国家。无人机、爱国者、反弹道导弹全都跑通了，再加上乌克兰自己的技术和创新速度，到时候俄罗斯那些老旧招数还能有什么用？再说费多罗夫心心念念的采购改革，他走了不代表这改革就要停。就在他离任前几天，北约乌克兰政府官员和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还凑一起开了个会，讨论的就是国防采购改革的事，目标是将乌克兰的国防采购与北约对齐。采购改革的好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一次火炮采购就能省1亿美元，那扩展到整个国防采购体系能省出来多少钱？现在的问题是，乌克兰的部分采购流程还没有完全数字化，需求协调也有问题。这件事已经在北约方面挂了钩，未来无论如何都要改，就像装备后勤指挥体系一样，逐渐向北约看齐。在这个大方向面前，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争论的点是就没那么重要了，坏还是稳，数据还是人，颠覆还是渐进，无论怎么争论都影响不了乌军未来的发展。
因为这两条路已经跑起来了。它不会因为某个人离开就停下来，也不会因为某个人反对就慢下来，我们只需要静静看着就够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雾军的未来究竟是算法重塑战场，还是老兵主宰生死？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